在我在干嘛？好，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我那天跟植村秀拍了一个新品影片，然后就是这次的无极限底妆天团系列。那时候拍的时候，就是现场真的直接拿吹风机跟这个喷水喷我的脸，但是我脸上的妆啊都没有掉，就是它的防水效果非常好，然后它也不会粘在脸上。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底妆新品系列，然后会跟大家介绍它的产品特色，然后还有做一些小小的实验跟我的使用心得分享。那如果还没看过那支影片的话呢，我把影片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你可以点过去看，因为我觉得那天那个彩妆师把我画的还蛮美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边上妆边介绍的方式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，那我现在脸上已经做了妆前保养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先来上这个极保湿清爽防护乳。这个防护乳它有 SPF 50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那其实它是妆前乳，可是等于是你可以有保湿，然后又有防晒效果之外，我觉得它上起来是比较轻薄的感觉，有点粉肤色，你就直接上在全脸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次顺序比较不一样，我想要先来上遮瑕，所以我要用的是这个无极限持久遮瑕笔，这次的重点新品。那其实无极限之前出了粉底，就是在网络上好评非常高。那这次同一个系列出了这个遮瑕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。那这次的遮瑕笔呢，延续了小方瓶的雾面瓶身，然后还有 logo 字样。笔头做的是这种斜角的刷头，然后小支的，所以它可以比较精准的去画在你想要遮瑕的部位。然后它的质地也延续了那个无极限的粉底，它就是属于比较轻薄服帖型。那这次的无极限持久遮瑕笔啊，它一样延续了无极限系列的持妆的粉体贴合科技，所以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出来它是延展性好，可是它的服帖度又很高，然后却不会有厚重的感觉。然后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就被它的那个轻薄的感觉给惊艳到了，因为很多遮瑕就是你会觉得它的遮瑕力很够，可是它的粉感是比较重，或是一上在脸上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妆感就是很厚粉感。那因为我自己的困扰就是比较以黑眼圈为主嘛，然后还有一些肤色不均啊、泛红的问题，尤其是我的黑眼圈，我黑眼圈如果用太重，就是妆感太重的遮瑕，一上就会很容易卡粉或是卡眼纹。可是这款我觉得它一用的话，你会感觉说你量用少的，然后你再去叠加增加遮瑕力，它是比较不会去卡粉的问题。那再还有一点就是它有出到13个颜色，我觉得以专柜的遮瑕产品来说，13个色选已经算是非常多的选择了。然后我后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遮瑕跟粉底的色号怎么挑。那我平常呢，像我黑眼圈因为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会用一深一浅的肤色来去先校正肤色，然后再做提亮的效果。首先呢，我先用这个5 million 来上，直接用这个斜角刷头刷在我的黑眼圈的地方，那量不用多。然后你可以用美妆蛋，或是直接像我一样用指腹轻拍，那你力道可以很小，慢慢的把它推匀，也可以带到一点点眼角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出来，它几乎没有什么那种遮瑕的粉感。然后我的第一层就是稍微把肤色校正了，就没有那么黑的感觉。再来第二层会用6 million， 这个颜色是特别为亚洲肤色设计的，然后是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肤色。那我一样是上在这个眼角的地方，量也一样是少的。那你可以比较一下，上完遮瑕之后呢，它没有很重的厚粉感，可是我的黑眼圈已经遮了大概80%左右了。接下来粉底我们要用的是这个无极限超时清粉底。这瓶粉底其实刚上市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一定会打中台湾女生的心，因为它主打的特色就是持妆高遮瑕，但是不厚重。你就觉得哇，太适合台湾的天气了。因为像今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夏天特别的热，然后有时候如果你上妆啊，你出去很容易就是爆汗，或者是很容易就是出油，然后你如果妆感又很厚重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整个脸闷闷的不舒服。所以它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口碑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，你可以听一下我今天的分享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外形。它的包装有别于一般的瓶身，是做这样小正方形的，然后雾面设计。打开来呢是按压头的包装。那质地呢，其实就是属于比较轻薄，然后微雾光的感觉。那刚刚
遮瑕出了13个颜色嘛，这瓶粉底更狂，它是直接根据亚洲人的肤色去做出24个不同的色号。然后我平常之前用的是574，然后后来因为我最近比较晒黑了，所以我现在用的是564。那我要搭配他们家非常有名的这个55号零刷痕粉底刷来上妆。那我们用量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所以我用刷子这样稍微这样轻轻沾我的粉底，这样一点点，然后直接大面积的刷在我的脸上。它这样用量是会比较平均，而且它会比较大面积，可以快速上妆。你看这样半脸就上完，然后再上额头，最后带到鼻子、鼻翼跟下巴。是不是非常的快速？然后像我最近去潜水，我这边肤色不均，因为我戴那个面镜晒痕，你可以再稍微用刷子去叠擦在这边，那一样是少量的。好，我们可以近看一下，妆感是非常的薄透，然后几乎没有什么粉感。那底妆上完之后呢，如果你说，我真的是很容易出油的肌肤要定妆的话呢，你可以搭配他们家这个秒控油定妆喷雾，它喷起来呢就会有点像是一个那种定妆的膜，然后在你的脸上，所以让你的底妆是更持久的。可是像我自己是偏干肌，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太控油了，所以如果你是混合偏油或是油性肌的人，就可以搭配这一款。好，再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实验教室。我先随便拿一支遮瑕，涂在这个亚克力板上。然后让它稍微干一下，我们等个10秒。好，那先从比较温和的开始，我们先喷水，因为防水测试嘛。来，你看它没有流下去，那我们再狠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用到的。好，还是没事，再更狠一点。我刚拿了一个热水，D先生，你帮我那个确定一下它是不是热水，你摸一下，有没有？热对不对？烫的哈，我要倒了哦，我怕烫到我的手。有看到烟吗？它热水一样，好好的待在那边。那再来更狠一点点。我家里实在找不到油，所以我找了麻油。油的话，就是很多肌肤会怕出油嘛，所以这时候，好香哦。我们倒麻油，你看它还是好好的。最后倒卸妆油，它一样好好的待在那边。然后只要你卸妆油是要加上你的那个乳化之后，它才会掉。但是基本上呢，我刚测试了水、热水、油，它其实是会好好的固定在上面的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关于底妆的选色，因为这次的粉底跟遮瑕的色号非常的多，所以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要怎么去挑色号。那我们先看粉底的话，它的粉底上面通常会有3个数字，譬如说我手上有564啊、664啊，那它3个数字第一个代表的是粉底的色调。那有分3、4、5、6、7，3是最粉嫩的，然后7是最象牙的。所以如果你的肤色是比较偏粉的话，你可以往3号的方向去选。那如果你肤色是比较偏黄的话，你就可以往7号。那第二个数字呢，代表的是你肤色的明度。那你数字越小是越接近健康肤色，数字越大是越接近明亮肤色。所以譬如说一样，564跟574，564就会比较深一阶，然后574就会比较亮。那最亮的可能是到584这样子。那第3个数字都是4，这不重要，就是一样的数字。好，那再来遮瑕的部分呢，也是分成3、4、5、6、7。那正常来说，你就是用粉底挑完之后呢，你就去挑对应遮瑕色号。比如说我粉底可能是用5系列，那我的遮瑕也是从5号去挑，然后再挑它的明度，它可能5就有分成4种不同的深浅的明度。那我自己比较特别的是，
像我就是黑眼圈比较深，然后有时候我可能想要先稍微校正一下肤色，所以我可能会介于5跟6之间去选择。那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你有一个大方向之后呢，你也可以直接去植村秀的柜上，请柜姐帮你推荐色号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去选，但是还是跟大家讲一个大方向，因为其实这个色号的辨别方法，除了这次的粉底之外，他们家其他粉底应该也都是这样子的排列方式，就跟大家说明一下。OK， 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我这次使用这个无极限底妆天团的心得，还有一些实测画面。那刚上妆的时候啊，你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出来，它上起来的贴妆效果是好的，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延展性很好，用量也很省，而且上起来不会有那种闷厚重的感觉。那大概到2-3个小时，其实这瓶底妆我已经实测出门非常多遍了。那时候我就是出门就算暴汗，或者是我可能额头开始稍微有点出油，你会发现底妆反而是变漂亮的，它的妆是更融进去你的皮肤里，然后它是更服帖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上妆时间持妆也非常好，像我就是之前上到8个小时、10个小时，它的底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暗沉的问题，然后它的服帖度表现也很好，而且也几乎没有脱妆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抗汗跟抗湿黏效果很好的底妆，就是非常适合现在台湾夏天的气候。那我快速的总结一下这次使用底妆系列的心得。那首先保湿度的部分呢，我会大概打到3.5颗星，就是中等偏上一些。它并不是一个超级主打保湿的产品，可是我觉得它上起来，因为它的服帖度很够，所以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干干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干肌，譬如说眼下特别干的话，你可以加强你的妆前保湿。那第二个遮瑕度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它到4颗星。我觉得它的遮瑕力很特别的是，它是可以叠擦增加遮瑕力的，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肌肤的需求，譬如说我肤色不均的地方，我就可以稍微再多叠个1-2层，然后让它的遮瑕力是更好。可是如果我肌肤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地方，我就薄薄的上1层就好，就不需要整个脸都上得很厚重。那第3个持妆度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它到4.5颗星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持妆效果表现真的非常的好，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时间拉长，可是并不会去降低它底妆的质感，就是它还是感觉妆感是漂亮的。因为有些底妆时间一拉长就会看起来开始掉色啊，或者是看起来颜色很暗，然后没精神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在现在夏天这种天气，我觉得8到10个小时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那适合肤质的话呢，我觉得最适合的其实是混合肌。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偏干的话，就一定要做好妆前保湿。你刚上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干，可是像我如果就是有做好妆前保湿的话，它其实贴妆效果就不会影响太大。但是如果你是偏油肌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做好后续定妆的动作。你可以用刚刚的控油喷雾，或者是你可以用蜜粉或是粉饼去做定妆加强。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就会是一个很完整、很适合夏天的持妆型粉底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最近想要找一个很适合夏天的持妆粉底，然后你又不喜欢妆感太厚重的话，我觉得这瓶它就是有符合防水，然后又防汗，然后又不会有厚重感，就是你会感觉你上完妆，你皮肤还是可以呼吸的感觉的这种粉底。那最近他们也会有一个试用包的体验活动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下面资讯栏，你们可以填资料啊，点过去你就可以直接体验这个粉底加遮瑕的组合，就是一次试试看。我觉得试用了喜欢最重要。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那别忘了喜欢这支片的话帮我按个喜欢，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点这边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